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35.85，收盘价是330.2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4.60，最低价是在322.5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横盘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，并且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被迅速拉升到了当日的最高价附近，也就是在345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股价是出现了迅速的下跌到当日的最低。那么下方呢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是得到了支撑。最后呢，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低位震荡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。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，当然也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。那我们从当日股价在盘中的走势可以看到，我们来看看分时图。对，那在当日开盘之后股价被迅速拉升之后上方既有抛售的情况，也就是上方出现了卖压。然后呢，股价出现了迅速的下跌，但是到股价下跌到低位的时候呢，又遇到了多头力量的支撑。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5日均线值是遇到了支撑。那这说明股价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后我们从日 K 线图来看，出现回档之后一旦反弹，上方即会有卖压出现。那一旦继续下跌呢，为了防止出现恐慌性的抛售，那么下方又有多头力量的支撑。我们会看到在11月13日这个多头力量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323附近，也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来支撑这个股价。然后呢当日的这个收盘价虽然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，但是呢在盘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。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这两根红 K 的最高，我们取346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1月12日这根 K 线最高，日后股价再次出现反弹，如果不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深度的回档，也就是说会跌破5日均线值，会继续下行。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11月14日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。那么它的范围呢是在330到334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会出现继续反弹；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或者说是收盘价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那么我们认为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也就是会跌破323这个位置。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一定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
好，那如果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呢，目前一个支撑位就是11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97附近，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39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25，或者说是收盘价在31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11月13日收盘价是在330，那么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，仅仅是性质和方向不同，仅仅是性质和方向相同，所谓性质相同呢，是还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，然后呢，方向相同就是收盘价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上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由于目前股价虽然在11月13日出现的是反弹，但是它是在盘中出现了高位反转向下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1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39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这一波涨幅的前低。对，好，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有几个关键的标志位，一个是323，也就是这2根红 K 的最低，还有一个就是20日均线值，在11月14日会到达271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，目前股价要想到达239，首先要跌破323这个关键的标志位，然后才能够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那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只有跌破20日均线值，才有可能会去测试239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第二个目标就是212，然后是203，第三个目标。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59前高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346是关键的标志位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时候已经说了，目前股价反弹，如果收盘价不能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一定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所以这个位置是股价能否继续上行的关键标志。那么从目前2根 K 线来看，这个位置也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。那359上方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位置364，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目标是384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这些目标仅仅是压力位，股价如果重新恢复多头趋势之后那么目标一定是414。在到达它之前，这些点位呢仅仅是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在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29这个位置，是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我们说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收在高位，或者是出现反弹，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将会出现回档。而实际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
其实在盘中呢，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也就是在尾盘的时候，股价被拉抬到它的上方。好，那么到了11月14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中红 K 线的下沿，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330。那么我们关注330啊，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它是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下沿，但是呢，真正的原因，这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沿。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回档，在11月14日，股价只有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才有可能收在高位，继续出现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很容易跌破323的，也就是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330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97附近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给出的止损位是守5日，不是止损位，是停利的位置是守327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到了11月13日，收盘价是在330附近，并没有跌破停利的位置，因此这个仓位呢，目前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当然，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会在更低。那到了11月13日，收盘价在330.24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对于多头来说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1月14日，我们继续给出停利的位置，我们是守330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330，这个15%的多头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那么我们再给出止损位，如果想等待回档继续加仓做多，可以守止损位，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，在11月14日是到达了271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啊，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59。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下方的297，实际上也是在300关口附近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跌破20均线值，在271附近，这是空头的2个目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呢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330到334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面 K 线的最高在346。第三个压力位是359，第四个压力位是364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在323附近，第二个支撑是310，是这根绿 K 实体部分的中线，然后第三个支撑是从297到300关口，在这个区域，第四个支撑是271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这个2个预测呢，仍然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开盘和盘中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先来说股价的反弹。如果股价继续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3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4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40附近。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另外一个是股价会出现
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3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31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320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